解析政经时事，欢迎大家来到点亮经讯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断供潮即将来临，4亿房奴打回原形，别再死撑了。买房一直是国人最重要的事情，如果房价一直高居不下，而普通家庭又无法全款买房的话，往往只能选择向银行贷款买房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，房子都是中国人实现财富快速增长的工具之一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买房也成了一种暴富的手段。只是这种好日子并不会永远继续下去，房贷压力太大，法拍房数量激增130倍，中国楼市断供潮到来，经济低迷，企业破产，大量员工失业，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一步步被撕破。追求真相，专业分析，独立思考，建立愿景。喜欢本频道内容，请打开小铃铛，关注订阅。下面点亮君与大家一一道来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房子成为财富的象征。想要证明自己过得好，买房少不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要想人前显贵，就要人后受累。高房价、高贷款压迫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，不少人也为此抱怨连连。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少家庭几乎是走在危险的边缘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很容易陷入资金困境里。其实近年来这种高房价带来的后遗症已经在大量显现了。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负债，而且负债总额很高。央行曾发布过一组数据，有负债的家庭占比高达 56.5%， 而且户均家庭总负债达到了 51.2 万元。这其中银行贷款占比很大，户均银行贷款达到了 49.6 万，已经占家庭总负债的 96.8%。 而在家庭总负债中，房贷的占比很高，已经达到了 75.9%， 相当于一个家庭大部分的收入都要拿来还房贷，背负着沉重的房贷。在事业顺水时倒还好，就怕遇到失业导致房贷断供。从2020年到2021年，有许多公司因为经济等原因在裁员，尤其是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后，某头部公司把教育板块大部分人都裁了，而且据说中国有近1000万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失业了。这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要面临资金链断裂，房子都养不起的困境。还不起房贷的，要么房子被银行收回，要么是房主自己赶紧把房子出售变现。失业人员的增加，二手房市场里出现大量的法拍房，银行收房收到手软。根据阿里法拍房平台的数据，2017年时该平台上的法拍房仅有9000多套，2020年就突破100万，达到了127万套。截至2021年8月，该平台上法拍房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154万套。不仅仅是阿里平台，全国都出现了法拍房挂牌量上涨的情况。有数据显示，过去4年里，全国的法拍房挂牌量增长了130倍左右。这其中就有很多人是因为房贷断供了，无奈失去了自己辛苦买来的房子。另外还有一些人因为感觉房贷难以承受，就把房子出售了。北大教授姚洋曾经说过，2021年房屋断供必然成为常态。那么为什么今年法拍房会猛涨呢？最大的原因就是破产的单位增多，另外还不起房贷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法拍房的来源主要3类：腐败官员房产拍卖、个人房贷断供的企业、破产清算的资产处置。近几年经济形势持续走低，很多人深受影响。随着失业、降薪等情况的出现，很多购房者的还款压力剧增，
当购房者的收入没有达到购房者的预期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购房者已经无力偿还房贷，所以就选择了放弃，才有了现在的法拍房激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破产企业资产清算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，尤其是房地产公司的破产。一个公司破产往往会带来上百套甚至上千套房屋的拍卖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往年的房产开发公司破产往往是出于逃避债务和后期维权的假破产。然而今年，在三道红线的影响下，房产开发公司真破产的情况非常多。比如我们一直认为房地产形势不错的杭州，今年就有3家比较重量级的开发公司破产：杭州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杭州佑康置业公司、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。其中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还有部分的国资背景。这3家公司破产带来淘宝上千套房屋的上牌。另外，杭州佑康置业总部大楼就是在被淘宝拍卖的。房产拍卖量激增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疫情。由于疫情影响，很多服务业，尤其是旅游业、影视业的员工在今年收入基本上是绝收，也造成了月供无法支付，抵押房产被收回拍卖。所以2021年对于房产拍卖来说是丰收的一年，但是2021年对于很多行业打工人来说却是一场悲伤的一年。大量企业面临倒闭，直接影响的不只是企业负责人，最惨的就是普通打工人。多数打工人没有什么厚实的家底和存款，维持生活的基本月工资没了，工作没了收入，存款只能是坐吃山空。就算想要重新找工作，这么多失业人口涌入市场，勉强支撑下来的企业，选择的也是裁员降薪保住企业。很多人找工作就非常困难了，别说还房贷了，就连生计都难以维持。法拍房数量激增，再加上房价暴跌，中国房地产泡沫还能撑多久？先来看一组数据。自今年2月深圳二手房指导价出台以来，深圳二手住宅成交量就跌势不止，已经连续4个月下跌。6月份成交量跌破了3000套，7月则跌到2557套，创建17个月以来新低，同比下跌超80%。据深圳中原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，在其测算的样本中，有 54% 样本房源价格下跌， 46% 样本房源价格上涨。按照深房中协的统计，今年上半年，深圳有近2400名星级从业人员离开房产中介行业。二手房成交量、新房价格、中介从业人员都是衡量房地产市场冷热度的重要指标。潘石屹曾经说过，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超过65万亿美元，远远超过美国、欧洲、日本房地产市值的总和。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很高了，一个国家的房地产竟然能超过欧洲、日本、美国3个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总和，没有泡沫是不可能的。什么是房地产泡沫？资产泡沫是指某一个行业商品价格高速上涨，市场上的人们看到了投资赚钱的契机，所以纷纷购买这种商品，进而引起商品价格再度上浮，反复购买推动价格反复上涨。这个过程就像吹气球吹泡泡一样，商品价格迅速抬高，以至于最终这件商品的价格远远超出了市场客户可接受的程度。当人们对这件商品都仰望，无力购买的时候，价格就可会出现泡沫破裂。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正在一步步被撕破，人口红利消失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素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虽然目前有一定的人口增长，也伴随着出现了几个新情况。新生儿人口增速降低，
年轻人喜欢独立生活，分户现象明显，男女比例失调，老龄化严重，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升，人口红利与投资、就业、创业密切相关。当一个国家人口逐渐下降的时候，建那么多房子，谁来买单？往大的说，没有人口，哪来的经济建设？今年多地传来二手房挂牌量猛增的消息，抛售房子的不排除有很多破产的小老板，但更多的是投机者和炒房客。看到楼市开始下行，为了避免越亏越多，选择及时套现离场，把资金投入其他更赚钱的项目。随着炒房客撤离，二手房供应量猛增，必将对新房价格造成冲击。二手房供应量猛增，交易量却在暴跌。据官方公布数据，成都在今年前5个月成交二手房17484套，6月仅3500余套，已连续3个月下跌。在深圳往年的5、6月，深圳单月二手房成交量平均6、7千套，而到了今年5月，只有3027套，6月2575套。而宁波二手房成交量已完成3连跌壮举，宁波市5区二手房成交3348套，直接跌回6年前。尤其是宁波二手房基本上是全线降价，许多热点城市的二手房挂牌数量都出现了激增情况。南京的二手房挂牌量突破了11万套，天津、沈阳、武汉等多个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均在10万以上。天津的二手房价格下跌了10%至15%，成交量少，挂牌量已经达到顶峰，价格下跌无法避免。有深圳的二手房业主为了把房子急售出去，承诺除了给中介费，还要另外给10万辛苦费，买方砍价10几万、几十万屡见不鲜。之所以会出现抛售潮的情况，原因必然是很多人并非刚需，而是囤了多套房等着升值或炒房。当下二手房难卖，变现难度增加，在市场的持续调控下，如果卖一步，可能就成了高位接盘，及时抛售才能避免被套牢。所以很多城市才会出现二手房挂牌量激增的情况。大量的炒房企业和个人都在抛售二手房，将自己手中的房产变现。另一边，很多房产中介和房地产公司都在极力制造房价还要上涨的假象。这是因为所有卖房的人都知道，房子买涨不买跌，如果房价真的跌下来了，就没人买了。现在二手房挂牌量大增，也就意味着未来首先下跌的是二手房价，而且二手房市场更能显示出未来房价的趋势。还有一个数据，在今年4月份，发改委提出叫收缩型的城市这个概念。比如说，有些城市面临人口外流、资源枯竭，导致其变成一个收缩型城市。目前中国有 30% 的地级市在收缩，也有 28% 的城镇在收缩，这个比例非常高。换句话讲，接近1/3的中国城市都有类似的问题。按照住建部的资料显示，黑龙江有6个城市人口连续下降，吉林有5个城市人口连续3年下降。人口的快速下降导致楼盘过剩，没有人买，开发商不得不降价销售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房价的泡沫很快就要被撕破。不知道各位朋友都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，期待你们的精彩评论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本期分享到此结束，感谢你的观看，下期再会。